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中国央企正在集体崩盘。这不仅意味着数百万人将失业，更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危机。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背后骇人听闻的内幕吧。最近，很多上市公司都发布了2024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而这个面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先来看看整体情况。2024年上半年，5346家 A 股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34.87 万亿元，同比下降 1.41%， 合计实现规模净利润 2.9 万亿元，同比下降 2.36%。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连这些堪称中国经济核心的优质资产都在亏钱。但真正让人心惊胆战的是那些中字头的央企。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些企业应该是国之栋梁，只赚不亏的大蓝筹。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我们一记耳光。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央企的惨状。中国船舶2024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0.17 亿元，同比增长 17.99%。乍一看似乎还不错，但是当我们仔细查看其经营现金流时，真相令人窒息。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 38.14 亿元，同比减少 86.36 亿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家号称中国船舶工业龙头的企业已经开始入不敷出，濒临崩溃的边缘。再看看其他央企。中国电建上半年营收2854亿，同比增长 1.29%， 但利润总额102亿，同比下跌 4.66%。中国中铁上半年营收5445亿，同比下跌 7.83%， 利润总额191亿，同比下跌 14.27%。中恒集团二季度收入下滑 25%，净利润为负 0.33 亿元，下滑 131%。但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中国建筑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 1087.69 亿元，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今年则为负832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家被称为建筑业航母的央企正在以每天数亿元的速度烧钱。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些央企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之间就集体崩盘了？答案其实很简单，钱不够用了。让我们以中铁建为例，这家曾经叱咤风云的建筑巨头，如今已经沦落到欠债不还的地步。天眼查显示，截至7月26日，中铁17局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已经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高案件合计超1000起。你没看错，就是超过1000起。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家央企已经彻底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困境，甚至连最基本的债务都无法偿还。更可怕的是，这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中铁建旗下多家公司负责人都在大吐苦水。他们表示，现在是项目方欠他们的钱，没有给他们及时付款，导致他们账上没钱，也无法及时给供应商结算剩余尾款或其他相关费用。这位负责人举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公司在山西的一个项目已经完工并通车使用10几年，但项目方迟迟未支付款项。而这种行为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他们被项目方拖欠的数额已经超过上亿，欠款主要源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地方政府没钱付款，建筑公司没钱给供应商，供应商没钱给员工发工资，最终整个产业链都可能崩溃。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这些央企的困境其实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大基建时代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根据银河证券的数据，建筑业景气度继续回落。7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1.2%， 较上月下降 1.1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 40.1%， 环比下跌 4%。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的基建狂潮可能已经过去了。想想看，机场、高铁、地铁该有的都已经建好了，还需要那么多的建筑公司吗？这些大型建筑企业的未来恐怕并不那么光明。更可怕的是，这种困境并不只限于建筑行业。从最近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在显示出衰退的迹象。消费方面，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 2.5%， 远低于预期的 4.5%， 反映出民众消费意愿的持续低迷。投资也呈现疲软态势，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4%， 低于预期的 3.8%， 表明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房地产市场更是持续下滑，1至7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8.5%， 楼市寒冬似乎看不到尽头。对外贸易形势同样不容乐观，7月出口同比下降 14.5%， 已经连续第3个月下滑，显示全球需求的持续疲软。最令人担忧的是就业问题，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状况。7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其中16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高达 21.3%， 这意味着超过1/5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这些数据勾勒出一幅令人忧心忡忡的中国经济图景，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那么，政府对此有什么对策吗？9月1日，财政部、住建部等6部门联手推出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强调绝对禁止为毫无收益或者收益匮乏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乱纪的举债，坚决不得增添隐性债务。8月30日，央行公告8月净买入国债1000亿元，标志着买卖国债正式步入实操阶段。这些措施听起来似乎不错，但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恐怕未必。首先，禁止举债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资金困难，导致更多的项目停工或烂尾。其次，央行购买国债虽然可以为财政部提供资金，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印钱。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削弱人民币的购买力。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但现在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何实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型，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就业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困境，裁员潮可能会愈演愈烈，找工作将变得更加困难。与此同时，工资增长很可能会停滞甚至下降。在经济下行期，企业为了生存，往往会选择压缩人力成本，这意味着普通员工的收入可能会受到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也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影响。随着市场信心的进一步下降，一些地方的房价可能会出现断崖式下跌，这对于已经购房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政府采取大规模印钱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风险增加，进而引发物价上涨，这又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新的压力。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保障体系可能面临压力。随着经济下行，社保基金的收入可能会减少，而支出却在增加。这可能导致未来社会福利的削减，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预示着普通民众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生活环境，需要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准备。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未雨绸缪，做好最坏的准备。首要任务是提高自身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市场动荡。同时，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控制支出、增加储蓄显得尤为重要，毕竟现金为王。在投资方面，我们需要保持谨慎态度。股市、
房市都可能面临较大波动，因此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风险至关重要。最后，考虑多元化收入来源也是一个明智之举。不要过度依赖单一收入来源，可以考虑发展副业，以增强自身经济抗风险能力。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寒冬，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利益。总的来说，中国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央企的困境只是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层次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每个人都需要保持警惕，为可能到来的经济寒冬做好准备。这场经济危机或许才刚刚开始。